Oi, gente! Na China, cada drama costuma ter lives e eventos de divulgação, e essa é do The Truth Within, A Verdade Interna ou Bodian. O elenco participou de brincadeiras e falou um pouco sobre a história. O Yunxi comentou que cada caso tem um lado social e o Tilin disse que o drama também quer provocar reflexão. Eu dividi essa live em 2 partes e podem ficar tranquilos, não tem spoilers. E se puderem deixar o like e compartilhar, isso é ouro pra mim. Agora vamos assistir? 我们播讲的连环奇案正在热播当中，各位都已经追过剧了，我们的各位呢主创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今天他们名副其实的带来了简历，我们让各位呢带着自己的简历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们先让齐思哲，看哈，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我在播简当中饰演法医主任齐思哲。那我的一句话 title 是合成警队天才法医，然后呢，我的技能隔空办案，大家应该在前2集看过，然后剖尸辨阴，然后就什么剑技速侦，反正就是非常的厉害，专业度5颗星啊，然后认真指数6颗星，非常符合齐思哲这个人设。大家好。哇哦，去合成警队报道第一天就可以这样讲，我是合成警队的天才法医，我是合成警队的11颗星齐思哲，11颗星啊！好，也欢迎齐思哲。好了，接下来咱们看看咱们祝清月的这个事哈。哦，不对，我数错了，10颗星，10颗星，这个给我加我说怎么为了求值对，都是5颗星，OK， 看看我们祝清月的这个。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亚瑟，在播简当中饰演祝清月。然后上面这个一句话 take 是警队全能霸王花，但是我自己觉得要去掉那个花字哈。我是警队霸王。对，然后我还是齐法医和韩队这2位的调解员。当他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消失。消失是最好的调解。网友就说了，没有朱清月，这个家得散。OK， 后面还有说自己是怀揣着这个黑猫警长的热忱。你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带着那个身造型上唱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OK， 黑猫警长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刑警队的副队长，我们的祝清月。OK， 好啦，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他的这个能力指数是什么了。现场能力现场制敌，责任指对，稳准狠。稳准狠啊。对，确实这几集看得出来，我们祝清月祝副队长的稳准狠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刑警队的队长哈，我们韩风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琴，在里边饰演韩风。韩风，好了，咋不好意思说了？没有韩风就是什么？他写的是警队硬核追凶先锋，技能是能跑能跳，口是心非，是什么？为什么是口是心非呢？就我不听，其实倍儿想听。欲擒故纵啊！这不叫欲擒故纵，口是心非。冷面，烤冷面还是冷面？还是波姐里边长跑冠军？冷面啊，长跑冠军。追凶破局不手软，攻坚破局零犹豫啊，就是一顿干，突，读着羞涩起来了，对吧？就是干，没错，这就是你们这个在这个播简当中精彩的表现哈。我们要给我们这个3位先送上掌声，好不好？谢谢3位哈，在我们刑警队里边这个真的是辛苦了。当然呢，也要跟我们所有在这个追剧的小伙伴们，我们播简的小伙伴们，先来跟他们来介绍一下，特别是还没有入坑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我们这个播简这个名字？可以先给我们这个说一说的哈。播简这个名字，我们先让这个齐思哲来给我们说一说哈。播简这个名字啊，其实说实话，在当初第一次听到播简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普通的，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是播简呢？就这么直白吗？然后当我读到剧本之后，我发现真的就这么直白。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这种东西，它就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个剧就是抽丝剥茧，一层一层的寻找真相。然后呢，它还有一点点黑色幽默在里边，因为其实在剧中还有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剥茧。对，其实去点题，所以其实我们的剧名虽然看似普通，但其实它就是直截了当，就非常
不耍花活，我们就只给。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探案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对，而且刚刚说到里边就有一个案件跟这个抽丝剥茧这个剥茧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现在这6个案件每个人都喜爱的这个排名，说我更喜欢哪个案件，更喜欢哪个案件，几位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案件？可以给我们讲讲吗？蜘蛛案吧，我觉得蜘蛛案蛮有吸引力。为什么最喜欢蜘蛛案？跟我们说一说。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场景布置的特别的逼真，然后也是比较最难办的一个案子。就是在山洞里面，在山洞那个里面，然后整个不仅就是会让我们感觉有点恐怖，也比较吓人，有点吓人。蜘蛛案我们把它定义成对。西西，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最害怕的是哪个案件？其实也是蜘蛛案吧，但是其实我们每个案子都蛮有意思的，而且其实每个案子的背后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它都会有一些反映真实社会生活情况的一些这种事件在里边，所以就会让人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这种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一种辩证考量，对，所以其实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这个骗保案，它其实也当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也非常的让人感慨。对，这个错位保单这个危险保单的这个看了之后也是确实还能这么操作，看了之后会想对，秦林老师你呢？你最力推的是哪个案件？我也没有力推吧，就是我觉得每个案子它都有它特定的一个属性。然后我们这个骗保案不最近今日说法也其实也是把这个案子给翻出来了嘛。其实我觉得它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实我们做我们这个剧的初衷就是以这个案件来让你感受一下，案件里边这些起承转合，从而让你从这个案件中可以得到点生活的感悟。所以就是能不犯罪就不要犯罪，就不要犯罪，就是要珍惜现在你的生活的。要遵纪守法，对吧？OK， 好了，刚刚说的这些呢，但是不得不说一下，现在好多那个看剧的小伙伴们都说播了14集了，1集也没有猜出真凶来，所以说接下来问问你们说，你们要教我们观众该怎么辨别出这个戏里面的凶手教我们一些小手段啊。这教不了，连我都不知道我们探案的时候也要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去剥开。对，我看到其实有很多弹幕老师，然后其实他们有的还是蛮聪明的，有的其实就是说还能有所感悟，就是能在前面就猜到可能谁是凶手，对吧？其实猜的也8、9不离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对，但其实好像你看似中了，看似8、9不离十，但其实还是有所偏差。所以其实我们的案件就还是真的非常的与众不同。对，就即便是这个就是2元选，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也不一定能猜对，也不一定能猜对，它有一定的推理性。有些好多朋友就看了6集就猜对了0个凶手，一直猜一直没中过。所以大家喜欢这种方面这种题材的话，确实可以看一看。对，而且看咱们都说这个下饭剧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下饭剧。但是也想问一下你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推荐一些这个可以一起吃的这个下饭菜有哪些亚瑟给我们推荐吃点凉菜吧。为啥呀？糖醋排骨不是你们他们说的下饭菜是吓人的吓嘛？那就是很吓人的时候就有点吃不太进，所以就只能吃点凉菜开胃的，还可以减肥。还可以减肥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建议云溪呢，你推荐我们吃什么？吃点零食吧，像什么五谷鸡爪啊、瓜子啊，然后坚果啊，比如说像韩风喜欢吃的坚果一样对，然后跟韩队一起吃葡萄干对，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韩队你推荐吃啥？我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对，就是你可能你吃东西的同时，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案件的细节，导致你可能没有办法可以吃出真正的凶手。酱牛肉可以吃酱牛肉，好黑酱牛肉就可以推算出凶手来了。对，还有推荐说吃那个干瘪蚕蛹，干瘪蚕蛹剥茧是吧？抽丝剥茧。对，还有说，因为有一集我看他真的在那个晒说喝点排骨汤，然后在那个有一吃点牛蛙吧。牛蛙，大体老师，对，有很多老师有很多师兄所以在这个剧的时候，大家可以搭配一点这个想吃的一起来追我们的剧，记得多多支持我们的波姐。好了，接下来这个提问完成之后呢，要进入到我们这个
铁人组啊，我们这个默契的这个配合了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我们这个刑警队的各位考验一下你们的反应能力和记忆力了。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游戏，可以把各位的简历收起来了哈。来，就正式入驻到我们这个刑警队了。对，拿到我们这个题板之后呢，邀请这个3位同学呢，横着画5道杠，竖着画5道杠啊，做出一个16宫格的形状出来。横的画5道杠，横着画5道杠，竖着画5道杠，然后画出16宫格。要考验一下我们各位的记忆能力哈。竖的画5道杠。哟，画的有点小哈，亚瑟，对，要看一下，麒麟老师是那个在明确知道这个游戏要干嘛哈。OK， 对对对哈。是，诶，怎么只有4？5，要画5怎么有条啊？这么多啊？哎，不对啊不是，画5条吗不？是画5条吗？ 5，哦，画竖4条，的画5条。画4条。我看看那个1、2、麒麟哥这个3、4、5，1、2、3、4、5，5、5画啊4条，5、25 4、个。 5，哦，正好是20个是吧1、2、3、4、5， ？1、2、3、4、5，正好4、5，1、2、3、4、4 5、条， 6，竖着4条，横着4条4条横着5条，竖着4条，横着5条是吧 ？OK，啊！1、2、3、4、5，1、2、，5、6、30，又多少个格子？画一个16宫格出来16宫格，16宫格， ，16宫格，4、16宫格，画16个。16宫格是吗？没关系，你们这个宫格可以自己怎么用方便怎么来。哎，啥意思哦？啥意思这个哦？对的噻。倒立是几条啊反正就是4条嘛，横4、竖4就差不多了。竖，然后出来16宫格啊，横4、竖4就差不哦吼，多了。这只有3条，他只画16个，只16有个。 16个格子嘛，对吧？这对了。这样吧，哎，这有多少好像西西画完了这个是哈。 1、2、3、4、5，1、2、1 2 3、3 4、4 5、20。哎，正好，这个人就按西西这个画的这个来哈。OK， 1、2、3、4，1、2、3、4、4、6、16嘛。我就这样。 16啊。OK 了哈，那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宫格哈，自己来记一下哈。我们从1到16，我们让大家记住16个宫格吧，好不好？是这个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叫做我画我猜。待会儿的时候呢，对，主持人会念出不同的题目，会念16个啊，每一个念到之后，大家呢就会这个在上面作画啊，作画，然后画完之后呢，你们需要集中说一遍，每天中午12点，欢迎来看播解啊。然后画完之后，然后说完之后开始进行这个词语的猜测，比如说我说到3，你们就说到那个3的那个词画的是什么？对。好，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好，绘画完成。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好，现在作画开始。第一格，轮胎。轮胎，横着来哈，轮胎。保鲜膜。保鲜膜。保鲜膜。漏斗珠，漏斗珠，漏斗珠。下一个眼镜，眼镜，眼镜。下一个注射器，注射器，注射器。下一个酱牛肉，酱牛肉，酱牛肉。下一个摄像头，摄像头，摄像头。下一个钥匙，钥匙，钥匙。下一个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下一个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下一个保温杯，保温杯，保温杯。下一个坚果，坚果，坚果。下一个手机，手机，手机。再下一个红肠，红肠，红肠。下一个红酒，红酒，红酒。最后一个手电筒，手电筒，手电筒。好，答题完毕。好，3位同学现在放下手中的笔，现在一共是画了16个不同的图案。现在3位看着正前方，一起说出我们的 slogan。每天中午12点，欢迎来看播简。3、2、1。每天中午12点，欢迎来看播简。好，现在考核开始。
第3个画的是蜘蛛、漏斗珠、蜘蛛精是吗？蜘蛛精，蜘蛛精，对，漏斗珠。第5个画的是什么？眼镜，第不是5个注射器， OK。第7个画的是什么？1、2、3、4、5、6、1、2、监控4、5、6、7，摄像头，摄像头吧，摄像头。OK 哈。好，现在请3位把画板拿起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吧，摄像头。那我们这个怎么看？这是什么？好，现在就是我们这几位老师。我觉得我们该互猜。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5个大家画的是什么？来，第15个，3、2、1，说出啊。第15个红酒。好，第14个画的是什么？红肠。第13个画的是什么？手机。好，第10个画的是什么？13、12、垃圾桶。包晶片。哦，包晶片。我没算准位置。哇，现在都没有考验到，没有考住任何一个老师哈。想问一下，亚瑟这边的这个画的是什么呀？在这个手电筒上面这个，手电筒上面这个。手电筒是哪个？这个啊，这个画的是什么？说呀。我看坚果，对吧？坚果想不起来了。好，然后看看西西的这个画的这个哈，西西画的这个第6个画的是什么？1、2、3、4、6，这个嘛，酱牛肉。哦，酱牛肉。来看一下姜老师的这个，画什么这个？姜老师这个，姜老师这个第11个画的是什么？保温杯。哎哦，还真是保温杯。第9个画的是垃圾桶。哎，还真是有点看不懂的是，大家可以考验一下看哈。第3个画的是什么呢？漏斗珠。哦，全部都 OK 了，全部彩蛋完成。这个有点没看到，这个是哪个？这个嘛，就红肠。红肠剧里边不是红肠只有半截嘛，然后刀不见了嘛。还给刀标注了一个问号。对，哇，顺利通过，太厉害了。蛛丝马迹一点都没放过哈，就靠这些全部都猜出来我们这个跟案件有关系的哈，大家可以一起来截个图哈。这个就是根据息息相关的各个内容。OK， 顺利通过这一关，哎，给我们这个3位同学把这个题板收起来吧哈。垃圾桶也跟剧有关吗？垃圾桶。哦，对。有那个分尸案的那一节图解，对。这是什么？OK， 好了，接下来各位同学们进入到我们下一关哈。这一关呢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个几位老师们。是因为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里边跟我们蜘蛛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跟3位老师呢每人选择一个不同颜色的这个蜘蛛，然后接下来呢需要你们是这样子，就是依次要这个弹这个蜘蛛哈，看能不能弹到这个网上，你们那个通过剪子包袱锤来决定。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们先来，哎，是的，这么难吗？是的，它能弹上去吗？哦，对，需要这样弹，就这样，刚刚像亚瑟这样弹哈。好了，先不玩，等老师说完游戏规则再玩。然后是这样子哈，待会儿的时候呢，需要你们剪子包袱锤决定那个谁先出谁后出哈。我们3位同学剪子包袱锤，赢的先出好不好？来，剪子包袱锤。E aí, eles foram bem rápidos, né? Agora vamos ver o momento com as aranhas, na parte 2. Para quem já assistiu o drama, me conta nos comentários. Você também gostou de ver a vice-capitã e o restante da equipe sendo tão competentes? Beijinho da Aileen.